農村的選民反對川普經濟政策，民調竟然高達60%。目前呢，中國大陸不是說現在不買而已，我說未來長期都不需要再跟美國買大豆，我已經從市場上取代掉美國了。那即便未來川普下台，那一樣拿不到訂單。現在加拿大在這邊也是一樣啊，掐住了你農業的咽喉，你的鉀肥的這些農民的虧損已經實際上在發生了，高物價啦、高通膨啦，又激起全國的民怨，所以有一些傳統的紅州已經開始鬆動了。今天來看到的是美國農民這一次真的是慘到不行了。我們要来看到的是，尤其是在美国的9大州的這些種植的這一些主要的作物啊，9大個主要的作物種植戶在今明2年恐怕都賺不到錢了。現在估計合計虧損恐怕上看了630億美元。當中看到的是包括了農民帶的這些他們的玉米哦，正在陷入40年來最嚴重的農業寒冬了。那麼另外一方面，我們要看到說，除了說貿易戰之外，還有這個糧食的價格低迷。現在美國又很不幸的又碰上了乾旱、寒冬等等的各種問題，又導致他們的各種的肥料啊、價格、柴油等等不斷的上漲。我們要來看到最新的數字，是有關於美國的柴油價格，現在來到了從戰前的每加侖3.81美元，現在衝到了5.45美元。再來看到的是有關於肥料的部分，磷肥的價格從10年前的當時的470美元，現在一口氣已經漲到900美元了。部分的這個玉米的農民今年每英畝預計還會虧損131美元，明年可能擴大到167美元。什麼意思呢？你現在種越多的東西，對於農民來說，你可能就賠更多的錢。更麻煩的是呢，在政治上，川普還搞東搞西，又搞了這個貿易戰，讓中國大陸跟加拿大現在都對美國祭出更強烈的反制。首先有關於大豆的部分，中國大陸現在呢，因為找到了更重要的一個替代國，所以呢，我們来看到进口美國的大豆比去年是大減了42%，反觀對巴西的大豆是年增幅高達了9.1%。今年的6月份，從巴西同樣是年增幅進口13%，對美國一口氣反減了大約是達到20%。這個是針對於大豆的部分。現在呢，美國的大豆農可苦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更讓人擔心的是，中西部的這些農民，他們要種作物拿不到的恐怕還是肥料了。因為呢，同樣的川普跟卡尼的關係，加拿大總理也搞壞了。加拿大要知道，它本身是全球最大的鉀肥的生產國，限制礦產的資源出口美國，這個是很有可能會發生的。因為卡尼一直不斷的強調，他要針對美國做制裁。而美國現在氮肥一口氣已經漲幅超過了50%，主要是受到中東戰事的影響。農業部甚至砸下了5億美元，要來自己生產國內的肥料，都已經這麼嚴重了。他現在跟加拿大之間的關係又再度的搞壞，恐怕接下來加拿大還會針對於氮肥相關的這些肥料，不管是礦物、鎳、鋰、鈾等等的相關資源，再對美國祭出更強硬的一個出口限制，等於刀刀都往川普的紅州票倉來砍。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苑老師怎麼看了。現在先來看到美國的9大作物，剛剛說了，今明2年恐怕虧損金額高達了630億美元，40年來最慘的這一場農業寒冬，究竟是短期危機，還是美國農業已經出現了結構性的問題？苑老師怎麼看？我覺得不能說這是結構性的問題，但是美國的結構的話呢，尤其是農產州的話，它裡面所有的裡面牽涉到的一個問題，最主要的是農業州。美國的農業州是非常富裕的，富裕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地大物博人少。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是用大幅度的，再加上基因改造的食物，所以美國的大豆啦、美國的玉米啊，他們向來都是對外出口，是非常重要的。那麼因為是農民的關係，他們的生活當中比較保守，支持共和党，共和黨的支持者，也就是說比較極端的叫做 MAGA 啊，就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啊。那麼這個 MAGA 的這個原來的話呢，對於這個川普是抱有厚望，但是現在的話呢，出現這個結構性的問題。首先第一個的話呢，我必須強調。這個美伊戰爭打得有點莫名其妙，到目前為止做夢沒有想到荷姆茲海峽被封鎖。荷姆茲被封鎖，大家只想到油，只想到氣，從來就不知道化學肥料，其中也是一個從中東很重要的一個出口，因為原油本身就負責的化學
這個肥料，化學肥料的煉制的話呢，在中東那邊的話，所以荷姆斯海峽出來的不但是油，不但是氣，而且還有肥料。那另外一个话呢，就是關稅的問題，就是說這個川普現在搞這個關稅問題的話呢，直接的就惹惱了這個加拿大。我從來沒有看過 Mark Carney 講話這麼難聽過。這麼直接，而且的話呢，基本上就是說，對美國在貿易宣戰的過程當中，要鼓舞加拿大的這個愛國性大家都很多人都會有加拿大的朋友，就會發覺加拿大對美國實在是忍無可忍然後那個川普的回應就是說，你以一州的身份要想賺我們美國的錢，但是你卻要以不當我們一州的情況下然後想跟我們反對，所以說這個製造是兩國之間的衝突。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加拿大對美國來講的話，就貿易來講，尤其是化學肥料尤其是鉀肥是特別重要，因為現在的農業產品除了基因改造，就是靠化學肥料這兩點，讓美國的這些 MAGA 的這些原有的這個川普的支持者，他們感覺到受到的壓力非常大。那麼第三點的話呢，就是說你農民種出來的大豆也好，這個玉米也好像我們知道 Iowa 叫做 Corn State 那麼這些的話呢，你要有輸出地方輸出地方哪裡有這麼多人喜歡吃玉米？又喜歡吃大豆呢？那中國人愛吃豆漿愛用豆腐對不對？然後這個大家玉米的話呢，就是養這些這個畜生或者說是這個園裡面的話，你要出口。但是出口當中的話呢，也是因為川普的關係，使得大陸居然提早做這個分散。大家千萬不要以為說是這個對於這個巴西只增加了10%不到，但是這個實際上的話呢，農產品是剛需。大家知道，你今年種下來的東西，就是在種的過程中就已經知道它長出來的東西要往哪裡出口。你現在突然的話呢，發生這麼突然，那美國的話呢，降低了40%幾，他們留在哪裡？所以美國已經爛了2年了。已經爛了，川普上來快2年了，他的農產品的話呢，就是原來剛需設計，你不能強迫人家買就這個也不是像期貨一樣，所以這個裡面產生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區別，就是說大家對於尤其是美國的農民，對於川普的一個政策信賴感越來越降低。那麼這個不是結構，這是川普一個人搞出來的。好，所以我們看到這2個國家，川普一個人搞出來的，現在還有另外一個2個國家來針對於美國祭出報復，一邊是中國大陸，它卡住這個大豆的部分，那另外一方面，現在加拿大的部分是不是如苑老師剛剛講到的嘛？這次卡尼也是強硬起來，但是也有說法，是不是他故意學了中國式的這種報復呢？就是說跟這個川普，我慢慢的一直耗到11月期中選舉，主要就是要打你這些紅州的選民、中西部的農民的這些票倉。漢庭又怎麼看？美國這2年農業作物的虧損竟然可以高達630億的美元，再加上美國牛肉要暴漲。這些數字如果是放在中國大陸，然後某些電視台可能要講說，哎呀，美國現在沒有冰箱美國要吃不起茶葉蛋，美國的高鐵要沒有靠背了。好，那目前呢，中國大陸不是簡單的拒收美國的大豆，而是慢慢的把美國的大豆就從菜單上替換掉了。這才是結構性的，所以我不是說現在不買而已，我是未來長期、長遠的，我都不需要再跟美國買大豆，因為我都跟巴西買大豆，我已經從市場上取代掉美國了。所以現在加拿大在這邊也是一樣也用了幾招來反制，關稅的反制，然後呢，掐住了你農業的咽喉，你的鉀肥的這些，你也是高度依賴加拿大。再來呢，還有像能源跟電力的隱形綁架。所以目前我們來看，這些對於川普的票倉能夠撐得多久，有幾個重要的時間窗口。第一個短期，也就是現在到11月的期中選舉，大約70天，這是壓力最大、最危險的窗口。農民的虧損已經實際上在發生了，所以農村的選民反對川普經濟政策，民調竟然高達60%。所以有一些傳統的紅州已經開始鬆動了，已經要變成搖擺州名單了。因此這70天是川普最為脆弱的70天。那我們來看，如果期中選舉結束到明年2027年，理論上應該是農業的收穫季啊。所以即便共和黨守住了國會，農業州的選民情緒也會不可逆的撕裂。為什麼？因為這邊都預測了，明年你照樣會虧損，明年很可能這個訂單如果依照現在的政經局勢，好，他繼續跟加拿大不好啊，然後繼續跟中國大陸也不好啊，那一樣拿不到訂單，所以明年來看可能也不好。那這不是一個單純選舉就能解決的週期問題，而如果長期，就是2027年以後，就像我說了，中國大陸採購的多元化是不可逆的。
所以我跟巴西買豆子，我跟阿根廷買豆子，我跟南美的供應商的重要性是持續的在提升。那即便未来川普下台，中美關係修復，可是美國大豆在中國大陸的市場份額已經很難再回到2016年高達40%的高位，這就是中國大陸戰略自主路線的勝利嘛。所以對於這個川普以及對於農業州來講，這其實是一個非常結構性的困局。那這川普必須要滿足多方的一些矛盾，同時呢，他要用高關稅，為什麼呢？他要迎合所謂鐵鏽帶製造業的選民，說我高關稅，那你這些製造業的選民就很開心啊，這是他2024年勝選的關鍵。可是呢，你高關稅又會搞得高物價啦、高通膨啦，又激起全國的民怨，這也是他在今年期中選舉最大的心腹之患。而農業州也恰好就夾在這兩股力量中間，成為了被犧牲的緩衝墊。你看一下的而且又再加上政治上面的角力。那當我們從加拿大這裡也可以看到一件道理啊，就資源在現在全世界的政治戰略地位上越來越重要了。一個國家掌握着鄰國80%以上的鉀肥供應，然後最大的這些來源的時候，那它當然就會成為非常重要的資產。好，那我们一方面我們就看到川普現在面臨來自於，如果是以期中選舉來看哦，來自於這個包括了紅州選民對他的不信任度，包括了這個農民對他的不信任哦，還有中國大陸跟加拿大對他的不信任。另外一方面，其實包括了現在呢，農牧業者對他也相當的憤怒，尤其是這些 MAGA 的選民現在也站起來怒吼。為什麼呢？因為現在這個市場也動到了牛肉去了。我們來看到1年之內哦，由於現在美國牛肉真的太貴了，所以呢，川普決定要來給這些一般的消費者比較便宜的牛肉。怎麼做呢？因為1年之間，美國的牛肉平均價格漲了10%，牛排更誇張，牛排1年漲幅達到了16%。美國現在呢，牛隻的存欄量已經來到了數十年來最低點，所以農牧者呢，原本他們是覺得說，好，沒關係，那你就讓美國的牛肉價格現在維持在一個高位，但是同時間我們另外一方面繼續的慢慢的增加我們的牛群，來擴大生產，這是他們原本想的方法。結果因為眼看11月期中選舉快要到了，現在川普趕快立即做的事情就是壓低牛肉的價格。現在突然間宣布，未來90天內允許最多30萬噸進口牛肉，而且是免除這一些超額的關稅的，並且以低於市場25%的價格來賣給消費者。剛剛講了，共和黨現在完全炸鍋了，尤其是這些農業州，包括了懷俄明還有 Kansas 等等的地方，他們說呢，川普犧牲了美國本土的牧場主，傷害了最支持川普的農牧業者，跟犧牲了 MAGA 的選民。這對於接下來期中選舉的部分又有多大的傷害？幹哥怎麼看？志明，全美50州啊，51州了，你知道幾個州有在養牛的嗎？有44個州在養牛哦，但是最大的是什麼？最大內布拉斯加，懷俄明，像中西部的這些州，這些都是 MAGA 的死忠支持者，所以這些人總共有多少人在養牛？牧場主人啊，全世界最多18萬人，你去想想看，也許我們中國也有很多牧場主人，對不對？但是你要曉得，養牛的這個最少的100頭啊，最多的他可能好幾百萬頭，有18萬名這個牧場主人，其實大部分都是支持共和黨的，也就是當初選出川普這個總統，他們跟他們的家人親戚這鼎力出力非常多。就川普現在最新的這個政策幹嘛？我要進口30萬噸碎牛肉啊！這30萬噸碎牛肉馬上就可以平抑現在美國市場上面非常高昂的這個價錢。大家知道，這剛剛講過了嘛？1年之內牛肉漲10%。牛排更貴，你要吃好的牛排是只有紐約的那些華爾街貴族吃得起。現在一般的美國家庭中產階級，他們沒有辦法去買他們原來認為他們買得起的超市的牛肉了。所以大家怎麼樣呢？他就節衣縮食，跟日本的情況是一模一樣。本來我買500塊錢，但是後來我只能夠買300塊錢。美國家庭現在完全都是這個狀況。好，那你說我買的這個進口30萬噸，那這些因為可以免除關稅，所以我可以告訴你，馬上就可以降到1磅哈，是以前的這個75%，就是你們家庭可以省25%。
那很多養牛的業者他們就講嘛，就比如說全美養牛協會的執行長伍達，他說：“你這樣子做，那個只是短時間的，你選舉完了以後，是不是也要用這種方式來解決問題？終極的解決方法應該是增加美國牛欄類的存牛量，而不是說緊急的進口。你緊急進口，突然之間可能這2-3個月價錢降低了，可是一選完了，是不是又回去了？對，傷害最大是對我們這些農牧業者的傷害，不是對消費者的傷害，因為這些農牧業者他們需要長期計劃增加圍欄數，增加圍牛量。現在美國也很奇怪啊，飛機、戰車、船艦造不出來，現在連牛都養不出來了，是歷史上他們說大概是30年來存牛量最低的低點。也就是說，本來美國應該要有，就比如說2億頭到3億頭的牛，現在好像不到這個數字了，就是一直往下掉。為什麼？因為生產力下降嘛，所以你生產力下降，連帶的其他很多傳統產業都跟着一起下降。然後現在影響到什麼？不是只有牛肉，食品、醫療、公共支出，還有住房的需求，這些都是一直在漲價。在這種漲價的情況之下，對於期中選舉一定是有不利的影響。所以大家說只有這個你知道農業州這些都已經賺不到錢，我跟你講，畜牧州一樣也賺不到錢，而且都是這些川普的死忠支持者，對他將來這個選舉，我覺得在70天之內就會看到結果。川普現在面臨非常嚴重的考驗，而且一定會反映在選票上面給大家看。今天有關於美加之間的這一場戰爭，我們要來趕快看到的是，真的現在這一場貿易戰越打越嚴重了，因為最新消息，川普提出來的要針對加拿大制造的汽車、卡車以及汽車零組件關稅，一口氣從25%提高到50%，他是希望用高關稅來逼這些加拿大的車廠，還有呢相關的供應商，趕快的把你的生產線搬到美國來吧。結果我們來看到的是，加拿大真的會願意低頭嗎？趕快來看到加拿大總理的一個最新喊話跟最新的反制。他說呢，兩國現在正式進入戰爭的狀態，放話說我要打的是一場長期的抗戰，甚至要在川普任期結束，他都會一直打下去，並且趕快提出了9月8號開始對美國的商品採取$1對$1的報復性關稅。這一些打的商品包括了有鋼鐵、乳製品、家電、農業設施、紙漿跟紙業電子產品等等。加拿大一共呢還要求了這個要驅逐美國駐加拿大大使的一些人員的一個請願，現在聯署書更是已經突破了20萬人，整體的氣氛對美國是相當的不滿意的。而我們要來看到美國對加拿大課徵這50%的超高關稅，表面上是打加拿大，但怎麼回事呢？現在最被逼到牆角的竟然是美國的3大汽車商。我們要來看到有哪3大，包括了有福特、通用跟這一間公司。川普的這個50%的關稅戰，為什麼說是先逼到這3家廠商呢？因為我們要知道其實早就已經建立好美墨加3個有關於汽車產業在北美的一條很完整的供應鏈。在過去的數十年間，一台車可能會在加拿大來生產它的車體，在美國來制造它的引擎、變速箱，再透過墨西哥這邊來完成包括了零組件的生產，最後再回到美國來組裝。但是隨着川普的關稅戰打下去，整條的汽車供應鏈可能被打壞，而這當中影響的，先來看到福特。加拿大的安大略省這邊呢，福特早就已經投資大約是30億美元，並且在這邊生產大型的皮卡跟商用車。而通用的部分在這邊同樣有生產皮卡之外，還有引擎、變速箱等等，都是在加拿大這邊有重要的生產基地。Stellantis 的話，旗下還有包括了多款的車款，在加拿大同樣是有這邊非常重要的生產布局。而在川普的關稅戰的消息一出之下，立刻重挫了這幾家廠商的股價。這2家包括了福特跟 Stellantis
Lufthansa， 它的股價一度是跌了4%，通用的部分下跌幅度高達了2%。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尚志哥怎麼看了，到底是誰先撐不住？是這3大車廠呢，還是加拿大先撐不住？那美國希望把產線搬回到美國，從加拿大搬回到美國，真的有可能嗎？還是反而只會推高美國自己的車價？這一場關稅戰到底對誰比較不利？尚志哥怎麼看？是的，思明哦，好一個加拿大，所以現在全世界都有說，他這次採取的是中國式強硬哈，來面對於美國，因為過去沒有了。過去美國跟加拿大很多的衝突的時候，引用的法令都是232條款，那232條款當然也說得很重，可是事實上232條款是在什麼呢？它會是在美國、加拿大跟墨西哥的這個特惠的待遇之外哈，的推國特惠待遇之外，然後再加碼。但是這一次引用的是很嚴重，1930年100年都沒有用過的這個338稅法哈，所以這次部分是什麼呢？就管你該先前跟加拿大有簽過怎麼樣的這些所謂的貿易的這個特惠條款，全部都不算數。而在這談判過程之中，我們也都清楚感受到，基本上它是直接就談判破裂，沒有在裡頭這個廝殺很多次。除了這個美國這個川普當中以及他們貿易代表團非常不合理的要求，因為這次美國有要求到加拿大的一些主權的一些要求，比如說你的一些供應的部分，你很多東西甚至是在這個貿易之外的很多，要變成用美國的標準，所以這次引發非常大，也難怪全加拿大都支持對於美國這次的這個主要的這一次的這個稅務抗爭。但這裡我們要了解幾個時間點，是這樣子，大家這個時間點還跟這次汽車業蠻重要的。首先，美國在8月22號說實施就實施了 ，OK， 這個50%的關稅，但是沒有包括全汽車，它是只是有部分的這些條款哦。但是也不能小看哦，因為以前跟加拿大都是對它的鐵啊、鋁啊這些東西出手，這次美國出手是包括民生哦，包括化妝品、包括家具、包括體育用品，跟剛剛我們電視上看的這一些哦。好，我們來看汽車業。第二，8月22號是美國先出手。再來，9月8號，加拿大對於美國所有的這個對等的關稅50%，真正的出手。再來是2027年1月1號，美國就全部的包括汽車業的全車。所以你看有3個時間點哦，3個時間點是互相疊加，也就是大家不要以為是美國課高關稅，沒有嘛，這次是加拿大反過來課你關稅。好，為什麼汽車業衝擊這麼大？首先，我們要了解美國汽車業當中，作為一個幾十年來的一個產業鏈，加拿大是作為它非常最重要的便宜的零組件的供應鏈，包括維修的各方面的機殼，不是小東西哦，都大東西。好，是這樣子。美國現在任何一部車在美國賣，它是什麼概念？它是要到加拿大送過去，再送到美國，大概2、3次，因為有一些零組件跟組裝的部分，加拿大也在分，所以你現在怎麼辦？美國你只要過境來我就50%，然後你去加拿大也50%，怎麼活啊？所以現在大家現在估算，大概對於美國汽車哈，如果我們剛剛講這3個時間點疊加，特別是2027年1月1號之後，所有的美國大大小小的汽車，平均每一部要多增加平均6500塊美金，20萬台幣小車也是而且要知道在加拿大這邊很多是美國非常主要的它不是家庭大型的 SUV， 包括皮卡，這些都是怎麼講呢？說家用跟農用各方面最普遍的這個車款哈。所以我們現在看到3大車廠怎麼辦？他們如果呢全部都移回到美國來制造生產嗎？不可能啊！特別剛剛提到那是Stellantis 的這家，它有好多 Jeep 那些都是它的品牌。它事實上先前還剛在那邊蓋了一個新的汽車工廠呢。這3家工廠汽車工廠都集中在安大略省，所以就是它的集中的傷害度不是分散的，會很清楚的感受到，比如勞工如果部分就被裁員等等。所以這裡頭其實當然對於美國、加拿大有衝擊，但是美國汽車業是一個結構性的衝擊，想都沒有想到。所以現在大家特別關注的是，在這個美加當中，我們知道川普有時候會改來改去，但是也不能，這次其實加拿大的強硬是，包括卡尼也正式說，他說他不要再認為有任何的僥倖，也就是說面對這個美國當中，仿佛把你關稅取消，又時而仿佛賞賜給你，但說變臉就變臉。在這次卡尼的公開當中調說，他們需要的是一個穩定的關係，也就是說這次。包括加拿大這麼樣的強硬，不只是對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汽車業這個特殊的美國加拿大這個產業的捆綁的結構，對於現在全部美國的剛剛講民生用品也都會有強烈的影響。
好，所以我們看到這一場這個川普針對加拿大的這個關稅戰課徵50%的汽車的部分，現在看起來反噬的是美國自己的汽車產業哦。那另外一方面，卡尼呢強硬到底哦，他這一次呢決定要做的是精準打擊來打美國，那他選的也是非常的厲害哦。具有政治意涵的，包括了影響到的是美國的紅州，川普的紅州的選票。那這當中呢，包括了有工業的部分、製造業的部分跟農業。我們來看一下細節。加拿大準備反擊美國的部分，包括了鋼鐵、農業設備、家電、電子產品，這些都有包括企業跟工人在背後，也都是紅州的選民。再來，尤其影響到的就是密西根州跟俄亥俄州這一些地方，是美國重要的汽車製造的基地，也是這個很重要的製造業的基地，所以是川普不能失手的工業選票，所以卡尼打在這裡也是有意義的。再來，加拿大還握住了另外一個很關鍵的，就是掌握了礦產，這當中包括了鈾、鎳、鋰、鈷、鉀，這些礦產是大量出口給美國的。如果美國的農民現在拿不到這些鉀的話，就代表他們沒有辦法拿到鉀肥，直接影響到的是川普在中西部的這些農業選民，也就是紅州的農民的票倉。所以卡尼打的牌到底底氣來自於哪裡？來自於礦產、能源、農業跟這一些製造業等等嗎？這些大使怎麼看？對，所以你剛剛提的非常正確，就是他現在是用一種精準反制的方式，都是針對這些紅州他們重要的產業出手。這樣子的話，就造成這些政治上可能是怎麼講？讓這個美國的這個期中選舉的話，最後結果對川普更不利。那川普如果說他在這個選舉中失利的話，很可能他的這些所謂的貿易戰他可能就會改弦更張。那國內的反對聲音也可能會更有效的影響美國的政策。所以基本上他是反制的是精準反制。那它的產品就是主要都是生產或者使用於民共和黨的這些票倉的州，所以這是它一個策略。那第二個就是說，它還有一張牌它還沒有用，就是說這個能源牌。事實上，美國的進口的石油裡面有一半的來源就是加拿大。那這次是美國沒有對加拿大的石油進行什麼任何的這些關稅的這種怎麼樣抵制，沒有不在美國的制裁清單裡面。這也顯示這個石油這個項目的話，可能是加拿大他手上的一張牌。不過對於加拿大來講，當然他也不希望就是說自己的禁運被迫的禁運，讓他的這個跟美國的貿易上的這個比較獲利的項目更縮減。不過這是他可以使用的一張牌。如果在未來的時候，那現在可能不是這個時候。不過整體來講的話，這個只要看一個基本盤就很清楚這一場貿易戰誰可能是贏家，誰可能是付出代價比較大的。這個基本盤就是說，加拿大的所有產品的出口73%都到美國。這是過去他對美國市場的一種因為雙方是搞經濟整合嘛，你這個就是說美墨加貿易協定之前還有北美自由貿易區，這都是怎麼樣？都是彼此在做經濟整合，彼此之間給予的關稅那麼都是低於彼此給其他這個經濟整合以外的其他國家來的低很多。所以他們是一個共同市场的概念，那只不過沒有想到美國翻臉了，而且美國翻2次臉。那麼川普 1.0 的時候就說，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是全世界最爛的一個協定，這是美國喪權辱國的協定，所以一定要重簽，所以又重簽了，跟加拿大跟這個墨西哥重簽了。改名不叫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改名叫美墨加貿易協定。這裡面已經把這些給加拿大跟墨西哥的一些優惠的關稅的待遇，還有優惠的貿易待遇都已經取消了很多了。所以已經整過一次了，川普 2.0 又來整一次。所以美國這次是明明白白的怎麼樣？是撕毀協議。你今天你要雙方還有協議的時候，你單邊怎麼就修改你這些所有的這些條款？這是非常非常不守信用的一個做法。所以加拿大也沒有別的選擇，就是有什麼
接下來應戰。不過呢，美國對加拿大市場的依賴度啊，相對小很多。美國只有15%的產品啊，那麼是銷到加拿大。所以這一場貿易戰現在看起來，基本上加拿大要佔上風的機會很少。只是說它在這個過程中，它有一些意外的這些政治跟經濟收入。政治就是說全國很團結。第二個呢，然後呢，他們也成功的把他們的市場分散到歐盟，分散到中國大陸，減輕對美國的這個依賴。不過這麼大一個國家，你說它會立刻造成經濟的崩潰，也不會。因為目前的互相的這個報復的項目不過200億美金。不過長此以往的話，我想的話，這個如果不改的話，兩敗俱傷，受傷的比較重的還是加拿大。好，所以我們看到這一場關稅戰，現在看起來確實對加拿大也會有一定的衝擊。但是呢，因為卡尼背後有非常多現在來自於全加拿大民眾，超過70%的民眾都強力的支持這個對川普繼續的強硬。那再加上卡尼他其實打的就是這種精準打擊哦，所以對於川普來說，這個傷害還是相當重的。尤其剛剛我們也特別提到了嘛，卡尼打在不管是製造業、工業上面，那影響到的就是紅州，包括了密西根、俄亥俄州這些工業州。接下來對於川普的選票壓力有多大？張將軍又怎麼看？我認為這一次川普是針對的汽車、卡車這些零件組件來課稅，從25%提升到50%，那總額度大概就是200億美金。那我們知道，在去年2025年，美國跟加拿大之間貿易雙方的貿易額總共是9000億，9000億你現在是200億，我認為比例不大。但是問題是影響到美國走上貿易保護主義，我要課稅來保護自己。其實美國在這一方面，我認為雖然金額不大，但是問題我認為美國的這個影響倒是蠻大的。你看看第一個，現在加拿大對美國的這些加拿大它很大，998萬平方公里，美國是983萬平方公里，加拿大的面積比美國還大，只是它的緯度高嘛，但它面對的是北極圈啊，是這個樣啊。加拿大礦產最多，包含鈾礦啊，就是我們講到的，我們核能發電啊，那加拿大就產這些，那其他的包括鎳、包含鋰、包含鋰、包含鈀等等這些，還最重要的稀土。我們知道稀土還是要替代來源，因為中國大陸對稀土对美國的出口做管制，那你要去找替代來源啊。其實加拿大就有稀土，因為從加拿大畢竟地廣人稀嘛，它比美國還稍微大12萬平方公里，但是它人口只有4100萬呢。跟美國比起來少得多啊，所以它是非常很典型的地廣人稀，那就開採稀土嘛，因為稀土會對環境有所破壞，那你為什麼？那是剛好利用加拿大就近嘛，又是地利之便，兩個邊境相連，是不是就可以了？那第三個我們可以知道，你為保護而保護啊，你這是一個我們知道貿易在互通有無，比較利益法則，你便宜的賣給我，我便宜的我也賣給你，大家我們都雙贏嘛。那你現在一做貿易保護，你是不是美國的產業政策？美國的勞工政策，美國的这個供應鏈是不是出了問題？是，你要檢討這些，這些是本，不要光只是治標。你現在課這200億，這個從25%變成50%，問題解決了沒有？還是沒有解決嘛？最後一個我認為這個是會外溢到政治矛盾。因為大家你要把我變成第51種，大家反而變成群情激憤。我認為外溢到政治的方面的話，反而會影響美加之間的政治跟外交的關係。好，要趕快來看到是這個中國大陸現在糧食牌直接掐住了川普的票倉哦。現在呢，針對於這個美國要出口這個胡桃，他們要來正式的開刀了，課徵的部分是54%的一個保證金。那其實胡桃只是一個前戲而已，重點是中國大陸想要卡關美國的接下來出口給中國2500萬噸的大豆才是重點。美國的農民現在很害怕了，是說北京會不會接下來翻臉不買大豆了呢？今天我們會做深度的剖析。好，關鍵就在於今年的9月份，川習會即將要登場了。北京現在先出了一張川普最怕看到的牌，不是我們先前談的稀土，不是晶片，也不是 AI， 就是有關於美國農民的生計。而美國農民的生計也會直接影響到就是川普他的重要的政治選票了。我們先來看到的最新消息，8月10號這一天，中國大陸的商務部呢最新針對於美國進口的胡桃實施高額的臨時反傾銷措施，產品只要進入到中國，接下來你都要繳54%的保證金，意思就是說你出口到中國大陸的胡桃呢，等於你的價格就墊高了1倍。
那麼不只是針對美國，還針對了墨西哥。墨西哥進到中國大陸的胡桃也要課徵，最高也是同樣達到了50%以上的一個保證金的稅哦。那麼他們的理由是因為認定美墨產品存在傾銷的一個可能性，所以對中國國內的產業會造成實質的傷害。重點來了，為什麼中國大陸要選在這個時候突然間針對胡桃來課徵這樣子的一個新的保證金的稅務呢？不是說要暫時來休戰，甚至說要好好來談 AI 嗎？為什麼突然間北京要給川普一個警告呢？現在大家就在看說，重點的大戲是不是就是在稀土了？因為美方一直最希望就是中國大陸趕快買這個自己的稀土。那我們也來看到有關於稀土的量。2016年，中國從美國稀土大豆是一度佔中國進口來源高達了41%，但是2024年只剩下20%，直接減少了一半。那中國大陸不足的這個大豆從哪裡來呢？現在是看說轉向了巴西、阿根廷跟烏拉圭等等的國家。接下來美國農民怎麼辦呢？少了幾千噸可以輸出他們重要大豆的國家，美國農民會不會成為犧牲品？上志哥怎麼看？好，中美之間開始有點緊繃，有點衝突咯，大家要特別關注。這個是在整個5月呢，這個北京川習會之後，不是氣氛很好嗎？說要有個這個穩定的戰略什麼合作關係、建設關係什麼鬼的。但是現在看起來，歷經了3個月後，所有這些談的東西是不是就進入緊張狀態了呢？我們現在來看中國對於中美之間，大家要分層來看，什麼意思呢？更核心、更戰略、高層的是跟科技有關的，科技的、AI 的、戰略的、國防的等等的這些東西，這是大家彼此不讓的。然後呢，它有一個下層，因為下層的東西跟大眾、跟美國、跟中國大陸的生活有關，這裡頭就是貿易的。然後另外剛剛講稀土也算是已經是戰略了，好，所以特別是在貿易這些跟其中選民有關。好，中國大陸商務部突然丟出這個東西，是這樣子，它是針對於堅果類，胡桃大家聽不懂，就是核桃啦，就是堅果類有核桃，這次這個裡面清單有核桃，有開心果，有杏仁，這都所以影響加州其實蠻多的哈。那但是這裡頭怎麼說呢？這裡頭其實第一次出現就是這3個關鍵叫做反傾銷稅。中國大陸過去對美國沒有推出反傾銷稅，往往都是報復性的一些關稅啦或抬高，在農產品這次出現反傾銷，這是第一次，因為中國大陸開始用反傾銷這個東西在農業上出現了哈。那但是我們看說它為什麼要這樣？除了難道是反傾銷嗎？其實這樣背後其實我們也都理解，中國大陸因為長期以來對於所有過去對美國農業當中就是優先美國嘛，早先对優先美國，但是中國大陸這些年，特別是這2-3年的，是開始對於長期的供應鏈在做分散。我舉個例子，這次這個核桃，除了中國大陸自己雲南、新疆也開始生產很多核桃之外，核桃跟烏克蘭買很多很神奇哈。那麼所以這裡頭其實有些中國大陸這些戰略的考量蠻有意思的哈。好，但是重點還是中美的這個貿易衝突啦。大家其實在關注的除了這個核桃，這是一小部分，還是在看現在中美貿易當中5月大家甜蜜蜜。那到底現在比如說大家就看美國的大豆、玉米、高粱、小麥，這是很重要一塊。畜牧業的包括牛肉這些所有的進口，還有另外包括水果，這通常是這5大類啊，3大類。我們來看大豆，大豆很重要。大豆是這樣子，先前談判5月的時候講的甜蜜蜜，2026到2028年連續3年，每年要採買2500萬噸。好，中國1年全世界買是1.1億噸。好，所以2500萬噸現在大家都20%而已。結果到目前為止，包括上個禮拜才剛剛又買了80萬噸，才買600萬噸而已。好，當然美國大豆是這樣子，它通常是下訂單，現在買訂單，10月、11月才裝船，才裝船。可是我們看中國大陸到底那1月到6月嘞？好，1月到6月，中國大陸全世界，尤其巴西買了多少？買了5000萬噸啊，所以達標了。可是唯獨美國沒有按照規劃買，所以這裡頭還是有施加壓力的這個味道在裡頭。所以看起來，其實在5月份之後，好，但美國中國大陸為什麼在這個當中，沒有符合先前5月談判的氣氛呢？是中國違背諾言嗎？沒有。中國大陸在當時非常重要的，你的貿易、我們的稀土、中美之間所有一切是針對於台美軍售這件事情，140億美金。你要有交代，當時是這個完全就是攤開來講的。當時其實也就是這個他們說回去考慮半天，可是回去已經快100天了。美國方面對於台美貿易沒有後續，對，沒有吱聲。
而且最近看到對於日本方面的很多軍事動作，我們剛剛前面提到的對於以色列啊、烏克蘭等等，然後呢，烏克蘭要跑到台灣要來做無人機這件事情，包括我們剛剛舉的漢光演習當中，整個完全這個張正大哥是專家了，這裡基本上就是美國的劇本、美國的要求、美國要檢驗的東西，跟過去漢光演習不一樣。所以美國方面你可以看到，不要說台美軍售，對於台灣軍事的所謂的這個。所謂的背後的，不要說指指點點，背後在操盤這件事情沒有任何一絲鬆懈，甚至更加強。所以這個背後是不是真正的回到來講，中國大陸對於美國關係包括農業貿易承諾的東西都停手，無論大豆買了600萬噸而已，然後呢，包括現在還丟出一個核桃的。新的反傾銷稅正在加大壓力，因為現在已經8月中旬了，不是說9月還剩下不到40天，那個習近平不是就要去美國了嗎？對，難道習近平因此不會去美國了嗎？應該是接下來中美所有衝突當中，大家會集結的結論，習近平去不去？還是說川普也沒有讓習近平去，故意創造一些現在這些緊迫的條件，讓北京說不去了。究竟這是誰在操控這個局呢？好，所以中國大陸我們看到用農業來反制針對於美國的各種地緣政治上面的動作，那確實哦，當時承諾的是說2028年要總共買到這個2500萬噸是每一年，但是現在看起來真的只有600萬噸。那接下來這個來自於美國的權威戰略期刊的外交事務指出呢，糧食問題可能成為接下來美中之間施壓點，而這種飢餓遊戲已經成為中國地緣政治裡面最重要的一個籌碼了。中國大陸現在在打什麼樣子的一個牌？張建老師又怎麼看？我想大家必須要了解，就是真正所有這些農產品的談判呢，有很多跟季節性因素有關。就拿大豆為例，巴西跟阿根廷在南半球，它跟那個美國的產季恰好是相反的，所以當時在談判的時候，其實是因為巴西在抬價、在拿敲，所以他跟美國談是放樣子、放話，然後做樣子給巴西看。巴西一看不行，那個價錢抬過頭了，回不了頭。然後呢，阿根廷趁虛而入，所以他就大量買進。那等到这個阿根廷的密契約，巴西急了，價錢嘩跌得比原來抬價錢更糟。所以這是商業談判之中。但是你要知道，那個時候是所有的船運啊，所有的船只，你不是說你買了之後它保證一定運得來，你還要去配套陸地上的運輸，然後裝船如何如何。我覺得現在啊，這個基本上是在擺態勢，因為我所知，所有後續的船運的這些之前的訂約都已經在去，中國這個農糧總公司都一直不停的在做，只是啊不見兔子不撒鷹，不到9月份去的時候，為什麼呢？因為之所以習近平去訪問這個美國，是要配合川普演這場戲，9月去，然後希望造成這個聲勢，然後呢11月。假如你今天沒有把後續的那個運銷的船、這些運銷管道弄好，你9月放話說買了，你到了11月還是運不出來。所以很多事情啊，其實我們今天要了解，它不是專門去打擊農民的荷包，它專門去打擊你政治對手的票倉，那才是重要的。所以這個為什麼能夠讓川普低頭，是因為這些種大豆的都是他不能輸掉的州，他要輸掉的州的話，那整個的翻盤，他就馬上就。立刻就跛腳，所以我們就講這個，我們天天在這邊講反滲透法，那個外力干預跟誘導，你要有本錢啊，對不對？你要約制啊，你能夠就是說，尤其是你要約制的對象，他是用感性思考，他不用腦子了，所以才會被左右，才會被操縱。為什麼拿出那個核桃來？因為核桃不是主食啊。核桃是可有可無的，所以而且這個數量相當有限，所以才有操作空間。好，這個是我們看到呢，中美之間的這一場這個糧食戰還在持續的打當中哦。那另外一方面，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是跟科技戰比較相關的，是美國又有動作。好，7月底的時候，美國開始限制部分的外國機器人跟電力的逆變器，接着又把數十家中國企業列入黑名單。當然了，中國立刻反制，幾個動作：第一個，審查美國的資安產品，加強無人機產品出口審查，制裁美國的實體，甚至是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打壓美國的胡桃等等核桃哦，等於是說美國打一拳，中國大陸也就會做同樣的回擊。那幹哥怎麼看？接下來習川會大豆又能換到什麼呢？其實我跟你講哈，美國一直在做一些自己都搞不清楚的事情，就是你明明知道。對於美國農民而言，不管胡桃、大豆，這些都是很重要。
但你為什麼在就是說7月的時候限制部分外國製機器人跟電力逆變器？我告訴你，這2樣都是中國出口的大宗，限制外國製，其實你就是講中國製就對了啦。那這根本就是中國在做的嘛。電力逆變器更是，對不對？所以老實講一句，你現在就是衝着中國而來的政策。然後這個是7月28號發生的，7月30號過3天，就是我們剛剛講的43家中國企業啊，又列明了壓榨維吾爾人，鋁啊、銅啊、黃金啊，通通有份。最重要的是棉花，還在講棉花的事情。哎，美國的參議員也是很累，為什麼？因為一直有什麼國際組織，一直去啊，有去國會游說啊。我跟你講，還有很多中國少數民族受到壓迫啊，在這個什麼在教育營啊，上面還有塔那個監視塔在控制的，他们在血汗工廠裡面做啊，所以43家又上了名單了。所以我看中國就一直冷眼看你啊，你現在幾天之內你搞這麼多花招，好，那沒有關係，我們也來搞一個對外貿易法啊，叫開始進行國安調查，國安調查。我不是在這上面反擊你，我是在農業上反擊你。對，所以說剛剛前面2位講了很多，你知道中國1年需要多少大豆嗎？不是說一定會跟美國採購2500萬噸嗎？中國需要1億噸。中國13億人口，他們需要1億噸的大豆才能夠過這個冬天，但是美國沒有辦法拿大豆來當做談判的武器，你這樣聽起來會非常吊詭。你要從哪來呢？我要從哪來？我告訴你，我現在從巴西跟阿根廷進的大豆的品質跟價錢都超過你美國。今天我要跟你美國買的原因，是因為我們維繫着這個雙邊貿易，讓它不至於瓦解，這才是最重要的。胡桃也是一樣。川普第一任期的時候，中國就拿胡桃乾，張老師講的，說這個因為胡桃它畢竟不是主食，他拿胡桃來反擊，當時就已經有用到說反傾銷的考慮，保證金還不是反傾銷稅哦，從保證金上面下手啊，認為說胡桃銷到中國是不公平的，所以說課徵54.3%。那個時候你知道，喬治亞跟那個亞利桑那的美國農民跳腳，氣死了，比大豆農還要跳腳，還要抗議。所以大家就曉得，其實老實講一句，中國它其實它要反制的話，它有很多方法，也有很多手段，只是還在維繫着雙邊貿易的基本的依存關係而已。所以美國，你真的不要搞錯了。